让我看看这个。假的！哎，老子可是祖传的天津瓷盘，你敢说是假的？啊，你看，八十年代接理货，这釉面假的狗都摇头。你看我这个法都印的真。什么狗屁专家啊！老子看你就是江湖骗子！我去你！喂！完了完了，这可是金老板当在我们店铺里面的，虽然只是个赝品。这可是老子花500万买的天青瓷，500万，把你剁碎了胃口都赔不起。对不起啊，金老板，我赔。但您看，只是个赝品。不可能啊！真品在店里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敢设局坑老子！你赔我天青瓷干什么？我去你妈！先赔老子500万，7天凑不齐钱，这破镜子就是你的关晨儿。若方妖孽，俺叛战前来！陛下，是人迹，人迹将至呀！陛下，粮仓已空，若再不对策，恐生人祸呀！陛下，不若求助上神，或许尚有一解。若上神真有灵，请现身救朕子民！陛下，龙血岂能清流？快传月夜！快传月夜！范线清晰有气魄，饰纹线条流畅，着绣层次分明。上品古董啊！铜镜虽然不值钱，不过嘛，有些年份，能先凑几十万。哎！我操！贞子！正子，朕乃大庆天子，尔等敢戏耍朕 cosplay， 真古宗义。朕以血祭换上神，速赐灭黄仙药。杀虫是吧？老子专治不服！陛下，妈呀！此物印着白骨，定是阴司所命符。上神所赐是毒药，亦是甘霖。陛下，使不法！皇城死了！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神药，当真是神药！求圣神再赐万平！哎，想要更多，叫爸爸！陛下，此人竟要朕妻父皇！哎，但是你得拿东西跟我交换。好，来人啊！陛下，上神出马，定能破灾。一瓶药一胸金子，老子要榨干古代人！父皇，
要不够啊！要不够啊！不够，我再赏你2吨百草枯。喂，全部给我翻库！让神僧毒药严嵩啊！蠢材，这可是灭蝗虫的仙药！陛下，要危险的奴婢要升天啊！传旨，举国喷洒仙药，蝗虫不死，战死！好险啊！哈哈，未来金总捣出的是条疯狗，没想到疯的还能老子的货，败坏的债还没还清，还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！我告诉你，你的绿帽老婆求金总的时候，可比你识趣多了。嘿嘿嘿嘿。哎，他连你家那破房本都抵押给金总，你现在连草洞都没得睡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让他放了小坏，我有这个，我能挣500万、5000万！可是破镜子啊！我看你是真疯了！放肆！父皇岂是二等蝼蚁能屈辱？来人，传旨，开国公，饶了你，助范家生命！停！抓起来！我就告诉金上，这我一定给他死！还狂呢！你应该求我，向你老婆求金总来呀！哼！金总说要留离这条狗命，慢慢的折磨。撤！退！国库只剩3斗数米，若再容龙矣。整个父皇的半间流血，尔等却在这算计几斤几两，破铜烂铁。来人，把太庙祖宗的陪葬机关给我撬了！陛下，此乃大不敬，灭祖列宗，恐降天罚呀！父皇，等着。明天上午，问家第5期春季拍卖会将在江城国际展览中心举办。据主办方透露，本次拍卖会将以大晋民谣为主题，珍品云集。爹，终于见你，我将大庆全押给你。此袍就有9州龙脉，凡间蝼蚁见之如见朕。皇帝老姐，你别逗我了，就我现在没心情。况且你这东西也太浮夸了。潘上，明日拍卖会，谁敢欺你，我将透过铜信剁他脑袋。凡辱上神者，诛9族，掘祖坟，暴尸3日。列祖列宗在上，祝朕明日弑神！陛下，你可想好了？这可是最后一批黑火药了呀！我要这条路给父皇开道！你接好了。这他妈是反金炮啊！朕严冬义送的军火大权，此物名曰面子增强器。明日谁敢废，我诓他全家！这是军事鬼才！爹想玩，朕就陪你分个够！好，皇帝老姐，明天啊，你就陪我演一场大戏。
哟，金老板啊！听说金老板啊，最近得到了一个100年难遇的天青连纹盘，不如现在就拿出来，让咱们大伙啊开开眼。天青连纹盘，听说那是当年女皇庆帝御用，宁愿全部敲碎，都不让瑕疵品流入民间。好货呀，不怕人在啊！我怎么上不去？一定得找万老板来了之后亲自长眼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 ，cosplay 皇帝，这年头啊，要饭的也能来拍卖会了。他欺负来乞讨，金老板，这不是鉴定师家的傻儿子吧？小慧，美人儿，我得感谢你那个败家老公未来，又送老婆又送钱。保安，清场！未来，你这身打扮是想演苦情戏求我复合吗？省省吧，你现在连金老板一根脚趾头都配不上。小慧，你果然。小慧，结婚那天你答应过我，我们哪怕住桥洞，你也会跟我在一起一辈子。桥洞，你看看，我现在手指缝里流的钱都够你跪着捡10年。你知道金老板昨天晚上送什么吗？市中心一套房，而你连你爹的棺材本都赔光了。是，我是欠债，可是你以前答应过我，我们再难也要一起扛。扛？你拿什么扛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跟你。你真的要这样了？一丝念想都不留。念想啊，你的念想已经被我拧成渣了。混蛋！算账，算账！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500万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跟傻子计较。谁去的？请滚蛋！对，赶紧滚！都想通了吧？丢人现眼！滚吧！滚吧！万老板到！哇，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，万老板真人果然气质不凡。那是，万老板呀，可是晋朝丞相后代，正经的名流书香世家。万老板，我是顶金当铺的小金呐。哎，这一次啊，我带来了不少的民谣，还有当年的皇家御用，世间仅存一枚的汝窑天青连纹盘。哎，哦，千真万确呀！王老板，这次拍卖会，我也带了一件汝窑，还请您亲自长眼。万老板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个疯子。你赶紧滚！人家万老板都没说话，你倒是替他先回绝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别理这个疯子，他自会出手。欢迎大家莅临万家第5期春季拍卖会民谣拍卖专场。我们现在拍的第一件藏品就是一件稀世珍品，来自金老板的大气汝窑天青连纹盘。假货！怎么上了台面啊？放什么狗臭屁呀！诸位，我手里面还是真正的大晋朝天青连纹盘。屁话！真正的皇家御用，摔碎一个角都够买你们全家的狗命了。你个打碎！去茅坑里淘个破烂儿就来充数啊！茅坑，真带你狗眼看的！
老子的盘子会呼吸。哇，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他就是被金老板打压的小喽啰，怎么可能有真品？未来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拿个假货上拍卖会？哎，万老板，您见多识广，烦请您呐给我们主持一个公道。您看我这个，开釉开片，标准的皇家御用。哎呀，不像某些杂碎啊，偷个赝品都偷不利索。釉面颜色若堆之，拍主监制是不光是呢，不光要紧，是个上乘的赝品。未来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万老板，就您这眼力见，也有脸说在古董界是泰山北斗吗？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此人被古董界除名，任何人不得合作，否则就是和我万家作对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！小爷今天就让你们好好长长见识。还敢在这叫嚣啊！拿这破烂玩意儿跟你装！给我打开我！这身戏服，绣的是清朝写文闲书文，在哪儿出的衣服啊？还穿在身上招摇！汉元户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祖上是清朝的忠臣吧？怎么，连你主子的龙服都认不出了？放肆！把这身丧服，连今日带人给我扔出去！汉元户，你大逆不道！竟然连女帝的龙服都敢动！女帝，哈哈哈！你干脆说如来佛就派你来的吧！把这傻子往死里给我打！有没有被当中的76头？陛下真身降临，尔等凡人还不行礼？朕乃大庆天子，受分明跪拜。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小爷今天就让你们给我跪在地上，叫爷爷！胡闹！未来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哎，这里是拍卖会，你一个人 cosplay 就算了啊，你还叫来一群人 cosplay。爹，cos 啥不累？cosplay。你们什么东西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哎呀，这八成是隔壁漫展又走错会场了。哎，未来，你找的什么群演啊？一群女人，披甲上阵，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握得住这些道具吗？啊！
朕统御九州时，尔等先祖尚在襁褓哭啼，你就是万家小儿。万家小儿？我是我们万家8个9代掌门人，我们老祖宗曾是清朝第一吕相，深受李德的重用。既然你是万家后人，那你应该知道谁是君，谁是臣。朕命你用尽所能保护此人，你能否做到？你们玩上瘾了吗？什么东西？一个臭演戏的，在我面前摆上皇上架子了。这里不是马戏台，这是拍卖会。保安，把周星傻逼给我赶出去！朕踏碎时空而来，尔等蝼蚁岂配驱逐？血淋军之令！踏平这里，除了我爹，不留一个活口！杀！往地方去，赶紧躲一下！怎么回来了？他家的老妖啊！陛下，你没事吧？就是你万家小儿干的好事！看！未来，你找的群众演员跑得可真快呀！我是一群贪生怕死的跳梁小丑，找到我的拍卖会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来人上！你别过来！这小畜生崽子，想害死你家祖宗啊！你家小儿要是敢伤我父皇半毫汗毛，我立刻诛你九族，血祭圣人！陛下息怒，臣立马去祭台修改族谱家训，谨慎后代多的贪婪小儿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谁打的我？皇帝老姐，好样的！父皇，你放心，朕绝对不会让他们动你半根毫毛。陛下，臣已修改好族谱家训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把那东西给我抢过来，快！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啊！来，撞死你！来！万族长到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！你可知错了，爸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万族长一向以仙风古道示人，从来没见过他发如此大的火。就是啊，也不知道万老板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万家几世的亲民，都让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废物东西都给毁了！你，爸，我就说个古董，我做什么了？我家中祠堂突然着火，左府中的名字突然的毁坏。当时我就纳闷，怎么会有这么蹊跷之事？可以转脸，竟发现你在这里公开拍卖家御用品。万族长，这大庆都亡了几百年了，皇帝都没了，谁还管他是不是皇家御用啊？什么？亡了？大庆亡了几百年？大庆亡了，真愧对于列祖列宗。
有一丝心罪。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，我不可啊！对呀，哎呀，金老板说的没错啊，都亡了几百年了，对不对？难不成还在分孝宗？简直是糊涂呀！如果当年没有庆帝，那我们的祖先早就被匪寇给灭门了。何谈现在的盛世？更别说我们万家今天的地位，还不是倚仗着我们自己是当年大庆宰相的后代呀！万族长，你皇帝都没了，谁还研究那个呀？你有点小题大做了。不管他是不是皇帝，他都是我们万家祖先的世代恩人啊！这个是天下难求的天青年货盘呐，要是我拿了它，我就是拍卖行里藏品排名第一的收藏家了呀！义子，大展恩人的东西来彰显自己的地位，这与卖主求荣的逆子有何区别？哎呀，好，我现在宣布，撤销你在族内的一切职务。既然忘记祖辈不知的感恩，那好，就与我万家划清界限，免得你给我们祖先蒙羞。听说万家宗族观念极强，若是被族里除名，就无法再使用万家任何的资源。看来万老板这次是真的完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不，我现在就去把这个苏格兰捐给清朝博物馆。逆贼呀！连这是赝品你都认不出来吗？赝品？不可能吧？金老板进一个这么大的当铺，居然还拿验货过来投机取巧。万组长，您说的是他手里那个吧？我手里的怎么可能是赝品呢？就是，哎呀，他只是金老板一个打杂的，况且他那个资质啊，过于无瑕，一看就是高仿啊。什么时候一件藏品的真伪是和持有者的身份尊卑相关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是不是以后古董得按斤称，谁的钱袋子更沉，那就是谁的了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！哎，让你停止反思，这是正确的。说你现在越发的心浮气躁，鱼目混珠，我们万家怎么养出了你这种鼠辈呀？万组长啊，可是我们夏国第一国宝鉴定师，他都这样说了，难道这穷小子的是真的？这是你的？没错，没错呀。通过我的鉴定，这位先生的天青蓝纹盘才是真的。爸爸，你没搞错吧？怎么可能？亏这金老板还是数一数二的收藏家呢，连真假都辨不出来，真是丢万家人的脸。是啊，偷偷把我的真品调换了。啊，对，他以前就是我当铺的一个打工的，就是他偷我的真品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偷了金老板的真品，想要栽赃陷害给他。作证？你拿什么作证？你一个见钱眼开的荡妇，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，你们说的话谁会信？怎么，敢做不敢当啊？你少在那胡说八道了！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就是你偷了金老板的真品，想要陷害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蔚蓝，该不会是你对我余情未了，所以说想要栽赃陷害给金老板，想让他当众出丑？蔚蓝，我劝你现在赶紧给金老板磕头道歉，承认你的偷盗行为，并且把真正的天青连环盘给交出来，金老板或许会网开一面，和你私了。否则，盗窃可是要判刑的，让你这辈子
都不能踏足古董界。定窑清釉碗，歌谣鱼耳濡，千里江山图，大庆同香炉。你他妈在哪儿偷的这些啊？就你这穷酸样，你也配碰这些宝贝？我万家先祖流传下来的但遗失的金泰兰连纹尊。偷？你以为人都像你这样，到处骗吃骗喝？釉面如纸，胎骨透光，底足火之红自燃。这样的赝品，你倒是仿给我们看试试啊！这家伙，这纹路跟族谱记载的是一模一样啊！呀爸，这就是祖宗丢的景泰来连纹尊了！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！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他明明就是一个只住在20平方米的穷小子，他没有这么多文物宝贝。没错，你以为你在古玩市场淘的一堆便宜货就能拿到这儿充数？哼，识相吧，赶紧交出天青连纹盘，识趣的带着你的破烂给我滚蛋！哎，小友啊，实不相瞒，这块玉佩可是我祖母遗留下的遗物，自清朝祖先流传下来，只可惜在战火中意外遗失了。还有这些字画，这些宝贝，都是我们的先祖传留给我们的呀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没有好好的保护好他们呀。你开个价，这些东西我全收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我也会赎回我们万家的东西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些稀罕宝贝嘛？哎，一定是假的，假的！哎，王组长，你一定要仔细看清楚，不要被他给轻易的蒙蔽了呀！闭嘴！来人，把这2个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我万家的拍卖场不是谁都能够沾染的。等一下，哼，你们2个还得给我魏雄道歉。魏雄，您说对吧？嘿嘿。未来，我还是爱你的，我都是被他逼的。你个臭婊子，我打死你！你看，如果我不按照他说的这样做的话，他说他要打死我。未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贱货，当初脱衣服的时候，可没人逼你啊！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纠缠。以前我跟你结婚，就当是我瞎了眼。不，未来，你还是爱我的对吧？你本来是有机会出大发子，可惜你现在不配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未来的好与坏都与你无关。来人！这是2000万的现金，全当定金，还请你笑纳。
好，我现在宣布，顶级当铺的金善因缺失诚信，以假乱真，在股东界永久的除名。另外，赔偿违约金2500万元。若是谁再敢跟他合作，那就是与我万家作对。带走！不！住手！爸，我收拾他们，走！太快了！这群老奸臣，早就该抽筋发皮了。陛下，龙体要紧啊！您都3日没有合眼了。陛下，西南瘟疫已死外人，黎淑公主亲自医治，不慎被染，现下高烧不退。灵儿，陛下，公主染疫，您一定要保重龙体啊！皇姐不必担忧灵儿，如今百姓急需续命药，我计划把千年灵芝炼化成丹药，分发下去。陛下，千年灵芝仅此一支，哪够几10万百姓啊？那可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家饱受病痛折磨，却坐视不理吗？女富豪在线为父求千年灵芝。若是有人能拿出千年灵芝来救我父亲，我苏静愿意献上苏家的一切资产，只为感谢恩人。苏老师，咦，这不是考古学家苏老师吗？听说前2年下矿场地质勘探得了罕见病，药石无医，现在只能求助中医了。可惜了，苏老师德高望重，却落了这个下场。这千年灵芝可不好寻啊！关键是现在的中药材真是一言难尽，早就没有以前的药性了。皇帝老姐，你那儿有千年灵芝吗？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向天子讨要灵芝？灵儿，放肆！这可是救我们大庆蝗灾的活神仙，这是我们的圣神，快给圣神致歉！对不住，少使，灵儿给你赔礼了。灵儿，快去给圣神取灵芝。皇姐，灵芝如此珍贵，又恰逢我大庆疫情四起，岂能轻易送人？先别急，你们把你们那儿情况说给我听听。每人症状不尽相同，有人咳嗽不止，遍体酸软；有人高热不退，头痛呕逆。可能是疟疾。哎，这发地可是在湿热区？是，西南边境气候湿热，瘴气重，多蚊虫。看来是肺炎加疟疾，必须提早遏制，要不然这瘟疫迟早会遍布京城。你说的轻巧，我们当然知道要控制，所以你休想抢走我辛辛苦苦培育的灵芝。陛下三思啊！民间本就稀弱难防，若再受疫病困扰，我大庆根基必然动摇。就算灵芝不给我，也解决不了疫情的危险。父皇，你有何办法？你去找秦昊，矫制做药，能够暂时缓解。我去给你们找抗生素啊！青蒿啊，长这个样子。皇姐，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看他根本就不是神仙，就是个骗灵芝的神棍儿。若荒地里随便长的野草都能治瘟疫，还要我每日精心培育的那些名贵药材，有何用？公主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这药材不分高低贵贱，能对症治病才是他们的使命。我丑话先说在前面啊！你们多耽误一刻，你们的百姓就多受一刻煎熬。公主，公主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相信父皇。御林军听令，是，立刻派人大量采集青蒿。陛下，可是此草。对，快去煎药！
皇姐，灵儿愿自请为民试药。如若这杂草毫无作用，灵儿不信，也请皇姐早日看清这神棍的真面目。灵儿死而无憾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要相信父皇，他是一定可以救好你的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！皇姐，我感觉身上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这青蒿素呢，能快速治疗你体内红细胞的疟原虫，尤其是你病情初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最有效果。我呢，再去帮你们准备一点抗生素什么的，等着。呀，帮我准备3万瓶头孢，5万瓶阿莫西林，还有10万只口罩。哟，金老板，你现在药物涉猎的挺广嘛，还能做药业啊？这个就是我名下的部分产业啊。我今天刚好过来视察。好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什么，我给你准备一份大单，去帮我准备药。未来，你干嘛这么阴魂不散的呀？你不就是想显摆你那点臭钱吗？啊，你至于我都让你跟哪儿吗？怎么，还想跑到药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啊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赶紧去准备药。小静，小静，磨叽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把客人的货送出去？你笑什么？经理，他说他要3万瓶头孢，5万瓶阿莫西林，10万只口罩。我看呢，他是来砸场子的。我真是来买药的。臭小子，装什么大款？你知道这个数目的话有多少钱吗？就算我拿得出货，你付得起款吗？拿。这点钱连定金的零头都不够，你还弄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哎，我打个电话。对，我在你们公司呢，过来拿货。他看我没钱，说要把我赶出去。行，你跟他说。你们老板，鬼扯什么？我们老总问你日期。哎，万老，你是哪家的店铺？这么不懂事？魏先生从我这拿货，是我万家的荣幸。不管要什么，全部赠送。他要的可是10几万瓶、几百万的货呀！10几万算什么？再加上100万瓶，直接送家里。哎，是，知道了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不知贵宾价廉，我们老总说了，不管你要多少瓶，凭赏相赠，直接给你派送到家里面。这个钱你先拿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在家里面等着吧。好的。你怎么干的事儿？害得我得罪一个贵人。算了，没解雇了，滚蛋！哎呀，老子还不想干！古董泉出名，我就没处混了是吧？等着，这群狗眼看人低。他要那么多抗生素和口罩干什么？哎，又是那枚镜子，搞什么名堂？黄小姐，你放心啊，药马上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未来，你发财发傻了吧？啊，天天对着个破镜子在那自言自语的。莫非这镜子里面藏着什么秘密？那不然他哪儿换那么多古董民谣啊？管他搞
苏静求灵芝，那老子就把皇陵挖空。等我得到苏小姐和苏家的一切，我看你敢不敢再对我耀武扬威的。王姐，这青蒿实乃神草，百姓喝了青蒿熬的药，都好起来了。太好了，这全是上神的功劳。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。以前是我冒昧冲撞了上神，险些害得百姓无药可救，多亏上神不与我计较，倾囊相助。这青蒿虽野草丛生，处处可见，却有着调和寒热、去邪止疟之功效。多谢上神不计前嫌。陛下，这是仙丹吧？这莫非就是父皇说的抗生素？上神的东西果然非同凡响，竟有如此鲜艳之药。竟然还有如此关窍，妙啊！只需要把药粉倒出来服用即可，对不对，上神？哎不，这药可是不用取的，连壳一起吞下去。这药可呢是防止药液太苦。上神实在周到，不仅为我大清百姓提供良药，还为他们考虑服药感受。我大清何德何能遇到如此普度众生的神仙？有了这抗生素呢，就能很快让病好起来。另外，我还给你们准备了10万只口罩。像这样戴。多谢上神，此物质地坚硬，阻隔性强，这可比平时我们面罩强多了呀。这口罩呢，能够有效的遏制疫情，但是防止疫情蔓延才是关键。来人，将这些口罩全部分发下去。医馆的大夫人手一个，染病的村民若不够分，则效仿此物，或闭门不出。宁儿，你这是？上神之恩，灵叔没齿难忘，不知如何感谢，唯有此灵芝聊表谢意。这可是我们历任公主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千年灵芝，银树公主居然，只是一株灵芝而言，相比起上神的仙丹，实在不值一提。灵叔自知才疏学浅，却因皇家身份对药材妄加鄙夷，如今幡然醒悟，恳请上神收灵儿为徒。灵儿愿潜心学习，将上神之医法药灵广为传播，让更多人知道上神的丰功伟绩。快！公主你夸夸请起啊！灵淑公主当年在疫病中英勇牺牲，被追封为百草离仙，好歹也是个大英雄。公主，你济世天下，医者仁心，我一个普通人哪敢受如此大礼啊？拜师便不用了，这隔行如隔山，我哪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啊？这本书送给你啊，应对一些突发疾病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赤脚医生手册，多谢师傅。哎呀，使不得。总之，那千年灵芝都谢了。
你们现在那儿几年？而今元德15年呀！糟了！明德15年，灵德帝于京都祭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有疫情。不好，你这在说什么？啊，咱家耳背听不清呀。不对，加速清朝灭亡的有3件事。第一件蝗灾，饿殍遍野；第二灾是疫情，民不聊生；3，蛮夷入侵，国破家亡。这不是普通的疫情，是亡国之疫。莫非是因为我改变历史，加快了晋朝的灭亡？一把年纪还这么毛毛躁躁。陛下说什么呢？咱家才30有2呀。是啊，而今元德15年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皇帝老姐，这次疫情来的蹊跷，除了要遏制疫情之外，还要查清楚疫情的来源，或许与蛮夷入侵有关。多谢爹挂念，我已派兵严防死守西南边疆，请圣上放心。皇帝老姐，你放心，有任何需要，你随时跟我说。若是有人能拿出千年灵芝来救我父亲，我苏静愿意献上苏家的一切资产，只为感谢恩人。哟，原来是你啊！嘿嘿嘿，还真是你啊！啊！哎，你不会也是来给苏家献药的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你也是来送千年灵芝的吗？据悉已经有5000人因献假灵芝被苏小姐驱散，请问您的灵芝从而来，可以为我们分享吗？我这株灵芝啊，虽然不足1000年，但至少也有600年的历史了啊！而且啊，它是经过庆朝灵枢公主亲手喂养的，绝对的灵丹妙药。灵枢公主就是那个大庆朝悬壶济世的一仙公主吗？听说经过灵枢公主之手的灵芝便有了百草之灵，能治百病。有了这个灵芝，苏教授就有救了。那这位先生你呢？请问您的灵芝是个来历？这世界上怕是没有能和灵枢公主亲自喂养的灵芝相媲美的药材了。我不是来哗众取宠的，我只是来救苏老师。哎，你急什么啊？你是不是不敢拿出来啊？怕输给我？是啊，这位先生，如果您的是劣质假灵芝，就不要拿进去浪费时间了。苏小姐每天要接待这么多客人，没工夫应付一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哇，苏小姐太美了吧，比电视上还漂亮！你们谁是来献灵芝的？跟我进来吧。哎，我，苏小姐，我金某人仰慕苏小姐已久，苏小姐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啊？你笑什么？人家苏小姐是在线求灵芝，又不是在线征婚啊！秦老板，你这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谁说的？我就是来献灵芝的。倒是你盒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你能不能
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？我拿出来，你恐怕就没脸去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，能比我手上这颗灵书公主亲手喂养的灵芝更厉害的？怎么，不敢说话了？孙小姐，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啊，还是不要让他进苏家大院了啊！孙小姐，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啊，还是不要让他进苏家大院了啊！各位都进来吧，既来我苏家，便都是我苏家的客。若二位真的能够拿出灵芝来救我父亲，那我绝对不会食言。也请诸位记者朋友为我做个见证。不好了，苏小姐，苏教授的心率和血压正在急速下降，需要上人的千年灵芝救命啊！苏小姐，在下虽然没有千年灵芝，可这颗灵芝少说有600年了，其药效啊，助令尊恢复。后头均匀，表面有滑状纹理，确实是好灵芝。你这灵芝我收了。哎，主子，你这灵芝我收了。哎，主子。你干什么？未来什么意思啊？致命关键的时候跟我杠上了。苏小姐之前说过，她要的呢是上等的千年灵芝。医生也明确表示了，只有上等的千年灵芝才能够救老爷子的病。你拿个600年过来的，就想兑现诺言？你去你的！千年灵芝早就绝迹了，这个600年的也算是人间罕见啊！你到底懂不懂药材啊？我倒要看看你好像能拿得出来一样。是啊是啊，现在药材药性不好，再加上野生植被被大量破坏，哪还有什么千年灵芝？我看啊，有600年的都不错了，就算苏教授醒不来，也够续命了。喂，先生，借你个好意，我……哎，你还没有给我一个机会呢。难道他还有更珍贵的药材？不可能吧！我看这位先生600年灵芝已经是天花板了。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倒要看看你拿的是什么东西！哎，我倒要看看你里面能拿出什么东西来！哎，这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千年灵芝？太惊世骇俗了！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千年灵芝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真的是千年灵芝？没错，这就是真的千年灵芝。更难得的是，历经1000年，它依然保持活性。苏教授有救了！哎，孙小姐，你可别被这架势吓唬住了。他怎么可能拿到千年灵芝嘛？他就是扣2次踩了狗屎运逆气，他怎么能拿到那样的宝贝嘛？啊！哎，就连我也，就连你也怎么样？哎呀，总之这些都不是真的。哎，真正能救命的呀，只有我手上这颗。苏小姐，生死关头，你俩考虑清楚了。嗯，这药是不是真的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来人，把温先生的灵芝拿下瞧瞧。来人，把温先生的灵芝拿下瞧瞧。同学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哎呀，你看嘛，我说呀，不要相信这个臭屌丝的。哎，你们快看！坐着。好了，小季，别让客人笑话。哎，苏教授，实不相瞒，我仰慕苏小姐已经很多年了。哎，这一次啊，为了孝敬您，我特意奉上我珍藏多年的600年的灵芝，不知道你能否
给我和小静一个机会呢。无常，哎，刚刚是你的灵芝没用了，你就改口说无常。幸亏是我及时拦下，要不然苏小姐的家底都被你掏光了。未来，我记得你，毕业以后还从事考古工作吗？苏教授，你太高估他了。他呀，以前就是在当铺啊当个打工，当个小伙计，现在嘛，大概就是无业游民吧。我好歹清清白白，你欠王家2000万啊，现在大概是成老赖了吧？啊，苏小姐，你能否再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呢？不能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他就是魏师兄，他就是魏师兄。我今天大瓜呀！怎么又是你？怎么都跟我抢？总是喜欢抢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少在这跟我装，我就看不惯你这副伪君子的样子。你天天说的累不累啊？啊！哎，大家都不知道啊，他呀早就结婚了，还离过婚。苏小姐这么优秀，苏教授，你不会想把苏小姐嫁给一个二婚男吧？疑似苏小姐下嫁二婚男，以还救命之恩。一次婚姻失败，不能证明他就不是一个好男人。而且我不是报恩，我就是喜欢他很多年。苏小姐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？小妹妹，王大儿在我，陪小爷我睡一晚，免了你的过路费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家就在前面啊！你们不要乱来！干什么？喂，这么小姑娘你们都欺负？赶紧滚！滚！走！谢谢。这死丫头，嫌弃自己长了青春痘，硬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不让你看见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茬事儿。原来是你啊！你当时怎么就不跟我说你是苏老师的女儿？说不定我们在学校里面就能认识了。后来我长大，经常去学校看你，还给你送了便当和信。便当和信是你送的？对啊，我以为你对我没意思，就开始发愤图强创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前妻送的，所以后面我才跟他结了婚。小姐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重新追求你吗？小姐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重新追求你吗？哎呦，你拿什么追求啊？就凭你那点三脚猫肉鉴宝功夫，还是说仗着你的靠山万老啊？万老年事已高，还能护你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！我拿什么就用不着你操心了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，免得跟错的人误入歧途。苏教授，你真的愿意这么一个地痞流氓染指苏小姐吗？不愿意。不管过多久，我都只会选他一个人。好啊，好。这位先生，未来是我亲手教的学生，我比你更了解他的为人。我已经好了，痊愈了，不需要你的名贵药材，还请你尽快离开。来人，送客。哎！未来，你坏人好事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件本来就是我的。
啊，皇陵还有东西。清朝皇陵，没错，我看了他那株灵芝的品相，的确是出自清朝皇陵。秦少那老小子竟然敢偷皇陵的陪葬品，只怕是没这么简单。老师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元德30年，清朝的那场亡国之战，可有办法避免？或者说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清朝避免亡国？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。这是我去清朝皇陵调研时看到的一张图，我把它给复刻了下来。西南关口的兵防图。据我们推算，当年除了蝗灾和瘟疫影响，最大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这张兵防图被泄露给了西南蛮夷，让蛮夷有机可乘。可恶！究竟是谁做出这种通敌亡国之事？这吃水忘了挖井人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上一辈人的恩，下一辈人未必愿意报，这不愿便滋生了贪念与邪念。金老板说的没错，都亡了几百年了，难不成我们还跟死人效忠吗？据悉林姓的线索推测，泄露这张兵防图的正是万丞相的儿子万小将军。万丞相，你可有话对臣说？陛下，臣之忠心，天地可见啊！万小将军，你此刻身在何处？那弟弟现在奉陛下之命，前往西南关口镇守边关，如今大约正在宫外等候。起来吧。你觉得朕可曾亏欠？未曾。边关虽苦，可年轻人正需要历练，钱与蛮夷决斗在即，陛下这是在给他送功名啊！罢了，随他去吧，不必进宫，也不必出征。启禀陛下，西南边境传来军情，蛮夷入关，西南边境失守了。蛮夷入关，西南边境失守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即使没有泄露兵防图，还是失守了。万小将军早已启程前往西南边境，在最重要的关口放水，蛮夷大军即全部入关。这里真是要气死！陛下，都是臣教虑无方，只让他偏生出这样的野心，难怪他至今总是闭门不见。原来他早就……难道这就是皇帝小姐？皇帝小姐，你在不在？你在不在啊？那这个是新的兵防图，你们按照这个方式去部署。啊？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蒋进，你去帮我准备50万的金刚、兵器，还有医疗物资、炮火设备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准备。别要亡我大清，我偏不信命，传令下去！这个投敌叛国者，当斩杀！一家出征！一家！国破危难，天下处于危难之际，身为皇帝，岂能异于宫墙贪生怕死？一笑儿，朕要让你看看我大清的女子是何等的厌恶和不容侵犯！
没有杂家，谁来照顾你的衣食起居？谁又来替你排忧解难呢？巾帼守国门，不教蛮夷度。巾帼守国门，不教蛮夷度。诸位请放心，依照上神所给的布局图，此战胜算极大。是啊，上神还说会给我们送很多的无敌铁甲，到时候打得蛮夷落花流水。蛮夷狡猾，有善事暗此，我等还是不能太大意。陛下，万说，万小将军带着蛮夷杀到京城了。我们的武器全被抢了。你是说，被这个镜子照到的东西，都会被传到600年前的晋朝？你看。太神奇了，实在是闻所未闻。我给他们准备了几车的作战服、望远镜、急救包、烟雾弹，还有吃的和水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就给他们传过去。兵无器，无虎无牙，力无所施，狗皇帝速速投降啊！陛下，还是让微臣霍守仪和公主先离开吧。此事皆因微臣治家不言而起，微臣……陛下，您和公主还有万丞相先走，大清可以没有杂家，但是不能没有你们了。区区蛮夷小儿，岂能撼动我大清100年基业？龙旗所向之处，皆为大清疆土。众听令！日死守卫大清！是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武器了。上神真的来帮我们了！德在此，多谢父皇，感谢圣上。元德15年春，西南蛮夷来犯，万氏小将军通敌卖国，军情危急。灵德帝虽力王狂来，然大节之日，灵德帝暴毙，举国同丧。丞相万氏以此谢罪，随帝而逝。此后，大庆再无济世之才，太子失威，国势骤衰，灵枢公主悲怆过度，郁郁而终。至元德30年，蛮夷复起，大庆力不能支，终亡。我们赢了，可大庆还是亡，是我害了皇帝老脚。历史是不可逆的，它是一本已经打开的书，我们无法再重新书写结局。如果执意改写，只会加速历史人物的衰亡。好孩子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。晋朝皇陵不防深掩，里面的灵芝怎么会轻易流出？唯一的密钥留给了万丞相的后人。万元户，一定是他和金上偷窃了皇陵。他们一直觊觎晋朝的文物和万家的遗产。万族长驱逐出了万家。糟了，万族长有危险！好东西，说，给你的那批东西在哪儿？我们万家哪一点对不住你了？我知道，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你把这些东西总是帮着我。哈哈，老宗说得好，我就不是你万家的种，我凭什么替你万家收东西？说，未来的那些东西在哪儿？我想知道东西在哪儿。
二爷父，你有本事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！你说的，你我不敢。住手！请上！万年户，你们二人涉嫌盗窃文化遗址，非法倒卖文物，故意伤人罪，请把引下来的路。警察！哎呦！我不是故意。何方妖孽，安敢再见天雷！陛下，别生气，神迹将逝呀！朕乃大庆天子，上万灵跪拜。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家饱受病痛折磨，却坐视不理吗？金国守国门，不教蛮夷动。区区蛮夷小儿，岂能撼动我大庆百年基业？誓死守卫大晋！皇帝老姐，你说的对，有些仗必输也得打。如果有机会，下辈子我来当你臣子，替你守护江山。历史如镜，它的意义从不在于改变过去，而在于照亮未来。纵使朝代更迭，那些为天下苍生砥砺前行之人，无论男女，皆是照亮未来的光。